在中国强势崛起的过程中，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是，面对强大的中国时，西方国家为何挑衅的姿态仍然那么强硬？他们的底气支撑到底在哪儿？看完接下来的事情，或许就能一目了然。不怕都是装出来的。在国际上，挑衅中国最狠最凶的就是美国。原因很简单，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自然不会允许有人威胁到他们的霸主地位。因此，在面对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时，美国除了打压还是打压。可以说，美国的挑衅打压是有底气的，毕竟他们的实力摆在那儿。但是，一些实力不如中国的西方国家，为何却来频频挑衅？难道真不怕中国吗？最近一段时间，英国就是挑衅中国的西方国家代表。据外媒报道称，英国航母战斗群将于下个月远赴中国周边进行挑衅举动。为了这次挑衅，英国方面也是颇费苦心。将要被派进来的航母战斗群被外界称之为英国20-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和空中力量。其不仅包括1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包括6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等等。从规模上来看，英国此番来势汹汹。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暴露了英国的真实状态。在出发挑衅中国的前夕，英国举行了一次国防特别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人们对英国唯一的一艘驱逐舰4-5型表示了一系列的怀疑。不难发现，这一艘驱逐舰4-5型将是不久后挑衅中国的一员。在此次会议上，人们最大的疑虑在于4-5型驱逐舰的反导能力上。我们知道，在一个航母战斗群中，航母处于最核心的地位，因此对航母的保护就必不可少。在通常的航母编队中，驱逐舰担任的是外层警戒，其作用就是为航母编队提供更为严密的防空反导大网。因此，反导能力对于驱逐舰而言十分重要。遗憾的是，英国人认为4-5型驱逐舰因为缺乏多功能性而没有海上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而他们将要挑衅的对手却拥有非常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其中以东风系列最为出名。美国媒体担忧地表示，英国4-5型驱逐舰没法反导，还要跑来东亚，并提醒他们当心东风26。早在之前，中国的东风26已经用测试证明了它的巨大威力。有消息称，中国在一次测试中发射了1枚导弹，该枚导弹在飞行4000公里后，精准地击中了位于海上的移动靶标。外界也纷纷猜测，这一导弹很有可能是东风26B 弹道导弹。这也就是说，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英国航母战斗群时，中方完全有能力一举击沉，更何况是没有反导能力的英国航母战斗群。可见，美国和英国虽然在口头上表现得十分强硬，但是却在挑衅前十分摇摆，担心中国武器的威力，不怕都是装出来的。4月29日11时许，人民日报客户端实时直播了我国空间站首舱天河核心舱的发射任务。在发射预定时间临近时，文昌航天发射场周边地区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围观人群，期待这一次的发射成功。而事实上，我国航天人员也确实没有辜负外界的期待。在大约经过10分钟左右的飞行后，天河核心舱就与长征5号 B 遥2运载火箭分离，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到目前为止，全球唯一正常运转的空间站就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空间站。当年美国寻求国际合作，集结多国力量，想要打造一个空间站，为的就是想要独占领导人类的世界话语权。而中国在当年的多次申请却全部被驳回。而如今，中国依靠不懈的努力，通过独立自主的研制，也开始走向了空间站之路迈进。按照官方的说法，在未来的2年时间里，我国将会前后将多个空间站的组件发射到预定轨道，其中就有3次空间站的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和4次载人飞船的发射，预计在2022年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工作。而在今年晚些时候，我国还会发射天舟货运飞船和神舟载人飞船各2艘。就在外界关注我国接下来的计划时，关于太空机械臂的消息很快就被刷屏。原来这次发射的核心舱还会附带机械臂，为未来进行整体空间站在轨建造时提供便利。不过，有网友就指出，这一幕十分像此前美国电视剧《太空部队》中描述的未来场景。中国利用卫星上自带的机械臂，将美国卫星的太阳能板剪断，让其丧失续航能力，又不至于被第一时间发现。有网友结合这件事情调侃，美国人假设的东西由中国付诸实践了，这下美国人的卫星要倒霉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空间站首舱发射成功之后，也吸引了不少国际网友们的关注。有越南网友就颇为羡慕地指出，此前中国宣布将要尝试建立自己的空间站，有无数的人只会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嘲笑他们不会成功，但如今他们却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结果我们却连这样的梦都不敢做。
随着局势紧张的加剧，人们对于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担忧也愈发强烈。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所谓的中美对决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必然。那么在这必然的对抗背后，中美谁将会是最后的赢家呢？国际专家为何笃定中国？日前，美国海军退役军官表示，中美两国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将很有可能爆发战争。关于这一具体的时间段，美国海军退役军官也给出了一定的预测，表示中美将很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爆发一场冲突。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在一个军力快速提升的国家赶超现有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冲突的爆发存在很大的现实可能性，更何况这一对手是美国。据数据统计资料显示，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发动了大大小小的战争，至少导致了全球3700万人流离失所。因此，在如今面对中国的挑战时，美国很有可能也会选择向中国开战。事实证明，美国不仅有这种想法，而且还付出了一定的实际行动。不久之前，美国就曾对未来中美之间爆发的战争进行了一次模拟，而结果显示，在美国军队与中国军队的全面战争中，美国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模拟，在这次模拟中，美国并没有迅速的击败中国，反而是在冲突过程中损失惨重。据悉，在模拟战争时，美国一开始就率先抢占了先机，原因是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前掌握了战场信息的主动权。但是，为何美国最终仍是惨败？美军认为，在战争的一开始，中国解放军将使用远程导弹攻击美国的信息指挥中心，这也使得美国所谓的优势荡然无存。另外，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上，这样的情况也类似。无论是美国的空军部队，还是支撑美国霸权的海军部队，都是听着就让人胆寒的存在。在空军上，美国拥有数量最多、性能最先进的5代机，另外还有一支强悍的轰炸机编队。仅仅凭借着战斗机的规模，美国空军就有着对手不可逆转的作战优势。在海军上，美军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这些在中国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面前似乎不值一提。不同于美军兵力的全球部署，中国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中国军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国土安全。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并无胜算。这一点也与国际专家马萨内·纽库康迪的看法相吻合。他表示，我会毫不犹豫选中国。根据路透社4月28号报道，当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将花费7.47亿澳元投入对澳大利亚北领地4座军事基地的升级，而升级后的军事设备也将有利于澳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联合训练。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大手笔军事支出了。外界也自然联想到莫里森此举是在针对中国，因为就在不久前，澳大利亚官方就高调宣布，一旦台海发生战争将会介入，似乎有一种要对华动武的势头。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澳大利亚偏安南半球，在大洋洲内没有任何威胁，同时东亚与东南亚国家也难以触及澳大利亚本土。此外，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也是中澳贸易线，因此只有一个解释：澳大利亚投入巨资升级军事，并不是为了提升国防安全，完全就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中国军事力量日益增长，也让美国愈发不安。于是美国一直想将军事力量介入亚太前沿。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并不想选边站，包括菲律宾、新加坡在内的美国传统盟友也不太愿意为美国利益牺牲自己。综合考虑下来，澳大利亚无疑就是最稳妥也最合适的战略前沿了。从此前澳大利亚声称要在台海冲突中做最坏打算就可以看出来了，因为台海问题与澳大利亚本无瓜葛，本质上就是中美问题。澳大利亚选择将自己与美国利益捆绑，即使是以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也在所不辞。那么，如果澳对华动武，后果又该如何呢？实际上，不说咱们，就连大多数外国人也在嘲讽澳大利亚的行为。有外国网友表示，如果澳大利亚甚至卷入与中国的战争，那么澳大利亚就只剩下袋鼠生活在那儿了。国外网友都看出来了，澳大利亚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充当先锋。专注真正的对手才是正确的选择，没必要为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大动干戈，浪费精力。中国需要用自己的手段来惩戒澳大利亚。
对于咱们而言，铁矿石是目前对澳关系的死结。中国每年铁矿石进口中，澳大利亚占了60%以上，其次是巴西的30%。而且，中国目前的发展离不开大量铁矿石的进口，这也就是澳大利亚一直认为自己能与中国叫板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扩大巴西等国的进口，以及加强对非洲铁矿石的建设与开发，还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升级，减少粗钢，提升铁矿石利用率。这样一来，才能真正让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本无资本与中国叫板，自己的经济还会严重受挫。只有找准弱点下狠手，打疼了对方，对方才能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